嫁给暗恋多年的男神5年，我们共同孕育了一个天才儿子。可除了每晚例行公事，我们依旧不熟。原本以为我们至少可以相敬如宾的走完这一生，直到……爹地，你们快过来陪我吹蜡烛！是他。泽修，是谁啊？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爹地，你不许忙工作了。还有苏荷阿姨，你说好今天陪我的。好，好，好，我和爹地今天好好陪洋洋。那我算什么？吃蛋糕了！等多久了？怎么了？沈泽修，我们离婚吧。怎么突然说这个？我哪里让你不满意？不是这些问题，我累了，不想再继续这种无聊的生活。无聊？你上周来略家了吗？还没有。内分泌失调会影响情绪，有空去医院看看，不要拿离婚开玩笑。我不是开玩笑。沈泽修，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签了吧。宋繁星，玩笑开过了就不好笑了。我没有开玩笑，我是真的要跟你离婚。反正我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你的白月光如今回来了，离婚不是正好如你所愿吗？你到底在闹什么？什么白月光？泽修，苏荷刚从国外回来，是我请来公司帮我的。是吗？帮忙帮到给你当妻子，给我儿子当妈妈。不好意思啊，我有些紧急工作要与泽修沟通，没有打扰你们吧？是够紧急的。苏小姐真是劳模，大晚上还来找你们老板对工作，看来沈氏集团离了你就运转不了。宋繁星，那就不打扰两位相处了。沈总忙完了记得签。泽修，你们宋小姐是不是误会我们什么了？没事，她只是在闹脾气，去书房谈吧。EMC 集团的全球经销商会议已经确定在江城举办了，这是沈氏入驻信息化产业的重要契机。苏荷阿姨，你在家怎么也不来找洋洋？对不起啊，洋洋，阿姨来找你爸爸谈工作。哼，那你今天一定要留下来陪洋洋。苏阿姨那么厉害，我要你留下来教我外语。好了，洋洋，别缠着你苏阿姨了，我们还要去公司。能发有。沈思阳 si cudo e parla con prudenza。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当他们父子不想和我交流时，就会用各种各样的外语交流。Zeshu, il bambino è ancora piccolo, non essere così duro con lui, per favore。 不好意思啊，宋小姐，我们没考虑到你听不懂意大利语，需要我帮你翻译一下吗？苏阿姨，我妈咪听不懂意大利话的。沈思阳 Non importa, mi sono abituata。 你会意大利语？你会意大利语？略懂。你……看来宋小姐为了跟上泽修公子的步伐，很努力在学习。苏阿姨好厉害呀！我妈咪平常很少陪我看书上课的。是吗？妈咪总说不想逼我学习，想让我多玩一会儿。原本想让沈思阳和同龄小朋友一样多一点童年，没想到宋小姐实在不会教，还是给洋洋请个老师吧，别耽误孩子。好了，走吧。
怎么了？可能是昨晚工作太久，有点感冒了。身体最重要，不然先去医院看一下。阿姨喝水。你戴个口罩吧。原来他们也知道怎么关心人，只是对象不是我。沈泽修，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离婚协议呢？爹地妈咪要离婚？没有。宋小姐，他们就是关心我的身体，你别误会。够了，繁星，洋洋喜欢苏荷，那是因为苏荷一直很照顾他，你何必阴阳怪气的？心情不好就上楼去休息一下吧。我们顺路送洋洋去学校。泽修，宋小姐不会是真要跟你离婚吧？婚姻不是儿戏，她知道清楚。可是我妈咪怎么舍得离开我和爹地？她不会离开我们的。的确不舍得，同样的东西送了不下10次。沈泽修，你何曾对我上过一点心？这段婚姻真是可笑。王妈，帮我联系回收，把这些都卖了。太太，真的都不要了？不要了。你就这么确定吗？你不了解他，这5年他生活重心一直放在我们沈家，离开我和洋洋，他活不下去的。被豢养久了的金丝雀，怎么会有独自飞翔的勇气和能力？我不会再回来了。从今天起，远离有毒的爱情和婚姻。宋繁星，你自由了。咱们沈家是揭不开锅了吗？8个热炒，4个冷盘，3个点心，1瓶红酒，晚餐至少是这样的啦，否则琐碎不要吃了。张妈，宋繁星人呢？太太不在，今天是我准备的。好甜啊！怎么有花生？呸！毛都没有立干净，谁给你的胆子拿着燕窝碎对付我？对不起，老夫人，这些年都是太太亲力亲为的准备餐食，我们花好几万请的高级佣人，还不如他一个宋繁星。这家没宋繁星不赚了是吗？他又怎么了？以前总裁都是太太在照顾，他只吃太太准备的饭。我要妈妈！宋繁星呢？还在休息。这太太说你们要离婚了，那些东西她就处理掉了，还有这份新拟的离婚协议，她让您尽快签了。从今以后，她和沈家再无瓜葛。什么？反了天了？他这像什么样子？赶紧给我把他叫回来！宋繁星，闹脾气也要适可而止。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泽修，你怎么他了？他还敢拉黑你电话？我倒要看看，除了沈家，他还能去哪？宝贝，你说沈泽修要是知道你是个隐形富婆，会不会后悔啊？你觉得沈家差那点钱吗？什么一点儿？当年你家拆那一片，现在都可以买下半个江城了。这些跟他心心念念的白月光相比，又能算得了什么？这些年你放弃事业无不知的照顾他们，结果大的小的都被那个苏荷勾走了。在他们眼里，我愚昧无知，拿不出手。苏荷才是和他们步伐一致的同类人。你当初可是清北高材生啊！
恭喜 Joyce 获得国际翻译联盟北极光最高翻译奖项。你当年可是翻译系第一人，语言天才 Joyce 啊！看来沈夫人这个身份真是困住我太久了，久到忘了自己的能力。青青，我想重新做回翻译。你终于想通了，这些年要不是被他们拖累，你没准都做外交官了。其实也没什么。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要不你来华生吧？只是华生现在可是沈氏集团死对头，我都要和他离婚，难道还怕这些？不过我5年没工作了，不知道还行不行？你当然行了，你都不知道有个人等你多久了。谁啊？我哥霍渊。霍总 ，EMC 全球经销商会议的承办权意义重大，我建议现场还是采用智能翻译。我们现有的系统已经十分成熟，人远不如机器可靠，可机器始终是冰冷的。我并不认为这是最合适的。咱们对面可是沈氏集团，我们根本没有与之相抗衡的翻译官。宋繁星，会议取消。我刚刚没看错吧？霍总是笑了吗？搞定，他约你今晚在星河餐厅见面。好，哥，我可只能帮你到这步了。宋繁星竟然3天没有联系我，他到底去哪了？泽修，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 Joyce， 但你放心，以我的水平，帮你拿下这次的承办权应该不成问题。辛苦了。咱们之间哪还需要这么客气？对了，宋小姐还在闹脾气，没回家吗？宋小姐也太任性了，连孩子都不管。要不这几天我去你家照顾洋洋吧？不必。你不用怕麻烦我，我很喜欢洋洋。洋洋还说想让我天天陪着他呢。以后这话别说了。这个姐姐好美，太飒了吧！按照我小时候的计划，我现在就应该长这样，都市丽人。我知道，只有我这样独立聪慧的女人才配得上泽修。泽修，你别这样一直盯着我看，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宋繁星，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一面。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这是想制造奇遇。不好意思，霍先生，我来晚了。请走。泽修，这里这么多人，要是闹起来被有心人拍下的话，恐怕会影响公司声誉。我听说宋小姐想进华生，是，只是不知道华生有什么要求。应该是我问 Joyce 对华生有什么要求。没想到宋小姐还认识这么优秀的男人，只是不知道这么晚来这儿干嘛。既然霍先生这么信任我，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做了5年的家庭主妇，但是这些年我一直有接国外的一些翻译项目，小有成就。蒙特雷国际高翻院特聘翻译，宋小姐，我是不是高攀你了？先生，这是我们餐厅为您准备的生日蛋糕，祝你生辰快乐。今天是你的生日，青青怎么也不告诉我一下，我连个礼物都没有准备。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你今天过生日，所以什么都没准备。宋繁星，再次见到你，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既然宋小姐有心，那不如弹一首曲子作为贺礼如何？怎么了？没事。好。
这是那个姐姐的男朋友吧？郎才女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能不能立马把民政局搬来啊？泽修，没事吧？他是谁？我们已经离婚了，这跟你无关。我什么时候同意离婚了？无所谓，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字了。如果沈总拖着不签，我只能走诉讼。你就是为了这个男人要跟我离婚，还跟他在这里谈曲调情？你说话放尊重一点，弹个钢琴而已。弹个钢琴而已，你忘了我们在钢琴上做过什么？当初你是怎么取悦我的？他知道吗？泽修，宋凡仙，你怎么可以打人呢？对不起，我刚刚……沈泽修，你让我觉得喜欢过你是一件很廉价的事情。你要去哪儿？跟我回家。放开我！放手！我说放手！沈泽修，别再纠缠，体面一点。我换个地方看。我是不是什么时候欠你钱了？啊？不然为什么你一整个晚上都绷着脸？不好意思啊，离婚离得不体面，让你看笑话了。改天我再请你吃饭。一顿饭就能打发我，那岂不是太便宜你了？那你再好好想一想，我到底要怎么补偿？他要不是京城外交世家霍家的儿子，怎么可能进得了咱们学校？就是纨绔败家子而已，草包一个。Only villains speak ill of others behind their backs. 你说什么？是非之人才会说人是非。我说你们连高中外语都听不懂，怎么好意思说别人草包啊？你算了算了，别跟女的一般见识。外语系宋范星，想学习随时来找我。我认识的宋凡香，应该坐在翻译台上闪闪发光，而不是被失败的感情困在原地。来华生了。啊？我是说，你要是真想补偿我，就来华生吧，并肩作战怎么样？明天的 EMC 去全球经销商会议，我想邀请宋小姐作为华生的翻译总监和我一起出席。这场仗对华生至关重要。没事，他只是在闹脾气，去书房谈吧。EMC 集团的全球经销商会议已经确定在江城举办了，这是沈氏入驻信息化产业的重要契机。不过我听说沈氏集团最近也在花大价钱找 Joyce， 你要是有顾虑，这场仗我陪你打。华生是不是可以彻底赢沈氏一次了？当然。你说这男儿能上位吗？凭什么后来者居上？是因为他又争又抢。哥，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少八卦，多学习，看看人家宋小姐。看看人家宋小姐，才吃几顿饭啊，就宋小姐宋小姐。谁是宋小姐啊？说不定是您未来儿媳。阿渊啊，阿渊，哎呦，开窍了啊！上位，上位，上位！繁星先生，您回来了。不好了，先生，少爷发烧了。
怎么好好的会发烧？我也不知道啊。今天我都是按太太之前留下的食谱给少爷做的饭，绝对没有问题。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把你手机给我。喂，洋洋生病了，肚子疼。你们是不是给他吃生冷的东西了？前2天小少爷吵着要吃冰激凌，苏小姐就……洋洋，阿姨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冰淇淋。可我妈咪说我不能吃冰的。那洋洋想吃吗？想。做小朋友当然是快乐最重要啦。他从小肠胃不好，一吃生冷的东西就中招。药箱在厨房柜子里，红色盖子。没什么事，我就先挂了。他每天要做这么多事，总算退烧了。还是少夫人最了解小少爷。你不回来看看洋洋吗？我就不去了，沈总。带孩子不是你下班后陪他玩玩就可以，以后你得学着好好照顾他。宋繁星，他可是你儿子。我们要离婚了，他总要适应的。况且我不在的时间，他应该很开心吧？喂，喂，喂！妈咪。妈咪，宋繁星，你回来看一眼洋洋，我就跟你签离婚协议。繁星，宋繁星今天要回来。泽修，明天就是 EMC 集团的全球经销商会议，我带了些资料来。你先去书房吧。我就知道你放不下我和洋洋。洋洋，你有没有好一点？哼！这个汤是养胃的，妈咪喂你。妈咪，你之前去哪里了？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沈思阳，可你之前说喜欢苏荷阿姨。洋洋只是闹脾气，你不该那样说的。你抓紧签了吧，既然没事儿，我也该走了。你真的要和我离婚？你答应签字，难道是在骗我？我只是想让你回家。这些天你去哪儿了？如果你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好，我们可以谈，为什么非要……太多了，你不好的地方太多了，沈泽秀，我数不过来。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有时候我在想，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更不熟的夫妻。您好，请问有预约吗？沈总在忙，没有预约的话就请回吧。身为妻子，我连见你一面都需要提前预约。可我们不是一直都这样吗？是啊，一直都是这样。
可这样的日子我真的过够了。沈泽修，我们好聚好散吧。至于孩子，他不喜欢跟着我，我也不想勉强。今年体检医生说他眼睛有些受损，记得3个月后带他去复查。还有，你吵着离婚，不就是觉得这些年我冷落你，对你不够上心吗？跟我来。你干嘛？放开我！你只要做好你的沈太太，这些都是你的。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足？沈泽修，在你眼中，你给我的一切都是你和你们沈家的恩赐，是吗？可我明明也有能力养活自己，不是我求着你们沈家养我，是我放弃了一切照顾你们一家人。是，我承认这些年你对沈家尽心尽力，可你是沈家的女主，这不是你该做的吗？这女主人我不想做了，可以吗？你做了5年的家庭主妇，没有本事，本科学历，除了做我的妻子洋洋的妈妈，你还能做什么？你为什么就非要离婚？别碰我！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抗拒我？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女儿吗？我们再要一个孩子好不好？泽修，所以你叫我回来就是为了再羞辱我一次？他只是来谈工作。算了，都与我无关。你刚刚不是问我为什么非要离婚吗？好，我告诉你，我离婚是因为我不想要你了。你说什么？我说我不想要你了，我嫌你脏，沈泽修。好，宋繁星，没有沈家庇护，你以后可别后悔。泽修，宋小姐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我刚刚就是不小心弄脏了衣服，才……宋小姐，你的东西忘带走了。泽修和洋洋的口味早就变了，以后这些东西别再送了。终于装不下去了吗？爱情和喷嚏一样，是藏不住的，你说对吧？等我帮泽峰拿下这次承办权后，我们就要订婚了。所以麻烦宋小姐快点办离婚手续，是吗？那祝你成功。还是没有联系上 Joyce 吗？放心吧，泽修，就算没有 Joyce， 我也一定能帮你拿下承办权。沈总，您都富可敌国了。现在还来进军信息化产业，这可让我们这些老家伙怎么活呀？这位是？我是沈氏的首席翻译官，毕业于……说华生这次请来一位大神，沈总，你这翻译官可能有点牵强喽。什么大神还能比我们苏荷姐厉害？人的短期记忆大概是30分。据说这位议员个人最高听译记录可以达到20分钟，翻译零失误。那不就是天才吗？沈总这次可得小心了。不对，这个记录只有5年前清北的天才 Joyce 可以做到吧？难不成华生找到的是 Joyce 啊？肯定是吧？没想到今天竟然能在这里见到 Joyce 本人。沈总，我记得您太太也是清北的高材生。家妻愚钝，并不太擅长外语。宋繁星就是 Joyce。宋繁星就是 Joyce。这是谁呀？居然从没见过这号人物，气质如此卓然。旁边的人也从没见过，难不成是从国外回来的？什么国外回来？那不是咱们沈总前妻吗？我真是疯了！
竟然会以为一个家庭主妇是 Joyce。泽修，这不是餐厅那个男人吗？宋小姐刚离婚，就和他在一起了。你怎么会来这儿？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你们为什么来这儿？我们自然就是为什么来这儿。别开玩笑了，宋小姐，我们是来工作的，难不成你也是来工作的？真聪明。国际会馆的保洁阿姨都会至少2国外语，宋小姐，你连小学外语都教不了，来这做什么工作啊？难不成也是翻译？就是，家庭主妇还想做翻译官，会 How are you 吗？什么时候秀几句口语就能叫做翻译了？沈总，如果你们公司的翻译官只有这点水平，趁早准备翻译机器吧。宋繁星，你太无礼了，跟苏荷道歉。道歉？你以什么身份命令我？凭我是你的丈夫。丈夫？我们已经离婚了。沈先生是记忆出了问题，还是脑子出了问题？这竟然是沈夫人离婚？为什么？沈家可是江城第一世家。传闻中沈夫人只是个一无是处的花瓶，怎么来这儿了？这是吃飞醋吃到国际会馆来了？宋繁星，这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趁会议还没开始，你赶快离开。想让我离开，你们说了可算不得数。什么意思？翻译总监那个位置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做的。宋小姐就不怕搞砸了华生追究你的责任？追究什么责任？这个位置就是为我而设的。宋繁星，别在这里开玩笑。谁说我在开玩笑？今天这位置我不仅要做，而且我还要替华生拿下这一局。宋小姐，别不自量力了，你一个家庭主妇还想做翻译总监，谁给你的勇气？我给的。你给的。霍总，这是主办方那边给的相关资料。你是霍渊？你是霍渊？宋小姐离婚前就在跟华生的老板接触，这是早就想帮着华生对付沈氏了。这华生的翻译竟然是沈总夫人，简直太匪夷所思了。所以说，得罪谁都不要得罪枕边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捅你的。宋小姐，你就算误会我和泽修，也不应跑去沈氏的对手公司。毕竟你以前是泽修的太太，谁知道你会不会泄露沈氏机密？苏小姐如果有证据，应该去报警，而不是在这里空口造谣。宋繁星，你的分寸呢？我们离婚手续还没办，在外你依旧是沈夫人，你现在却做到沈氏的对手戏。怎么，我连找个工作的自由都没有了？宋小姐，你争风吃醋也要有个度。你去哪里工作不好，偏偏去对手公司，这安的什么心思，昭然若揭啊！某些人啊，从来没给沈氏做过贡献就算了，还只会拖后腿，连苏荷姐1/1000都比不上，难怪沈总要跟她离婚呢。沈总，贵公司的人急着道德绑架，是怕华生会赢，想要胜之不武。区区一个华生，我沈氏从未放进眼里。准备好了吗？那今天华生的胜败就都交给你，宋总监。庆功宴我都准备好了。泽秀，会议快开始了。放心吧，华生找宋小姐做翻译，这等于直接认输，翻不起什么好话的。宋繁星，既然你要留在这里，那就等着自取其辱吧。史密斯先生他们来了。听说这次史密斯先生还带了夫人来，这还是史密斯夫人第一次公开亮相。史密斯夫人不应该是米国人吗？这位是我太太，史密斯夫人，欢迎来到江城。Mrs. Smith, welcome to 江城。沈总，这就是你们沈氏的首席翻译官。史密斯夫人只会说阿拉伯语，你没仔细看我给你的资料吗？泽修，我不会就不要乱开口。你知不知道你刚刚的行为，说严重了就是羞辱。
我只是有点紧张。沈总，阿拉伯语毕竟是小语种，你的翻译官水平有限也没什么。史密斯先生、夫人，我是华生的霍渊，这位是我们的翻译总监宋繁星。أهلا أنا مدير تربية في هوشينغ سهد بالقاتك في مدينة جانغشينغ ناول أن تبون هنا بسحت أيام إضافة لن عغر لقضيعاتنا المحلية مطيرخ منادين جانغشينغ خلاها للغثة بما أنك تتحبت لها عربة هل يمكنني أن أقبض منك أن نكون مرشدي؟ هذا شرف لي أتمنى أن تقافوا عن أي تقصر في الدعاية 宋繁星，这位不是你能随便招惹的。是啊，宋小姐，传闻史密斯先生非常爱自己的夫人，倘若照顾不好，这就不劳烦两位操心了。还有苏小姐，你要是实在太闲，还是多学几门外语吧。你少得意！沈总，你这首席秘书的翻译水平不怎么样，搬弄是非倒是很在行。要是不想输得太难堪，你们还是趁早退出吧。他怎么会阿拉伯语？还有上司。Non importa, mi sono abituata。宋繁星，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的？泽修，我只是昨天没休息好，一会儿我肯定不会输给他的。待会儿审视直接采用翻译机，你现在的状态不适合翻译。泽修，苏荷姐，这下怎么办？用翻译机会输给华生的吧？我怎么可能输给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你去吧。宋繁星，别以为秀几句外语就会让泽修多看你一眼，只有我才配站在泽修身边，你再怎么努力也跟不上我们的步伐。怎么不说话？是被我说中了？我又不像苏小姐是靠翻译机翻译，当然得调试设备。你还不明白吗？泽修在意的是我这个人，所以就算我工作上有点失误，他依然会护着我，不像你只能跟个小丑一样在这里卖弄。女人啊，还是得会抓住老公和儿子的心。你可真够失败的，这两个你一个也没抓住。这是妈妈给你祈福过的手环。洋洋比赛加油！这是洋洋送我的，说是为了助我顺利拿下承办权。你的儿子好像很喜欢我。你没有去妇科检查过吗？如果不是不孕不育，苏小姐怎么这么喜欢抢别人的孩子？还是沈泽修不愿意跟你生？你接近宋繁星到底什么目的？怎么，沈总有危机意识了？宋繁星人傻看不出来，我看得出。你看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老板看员工的眼神，离他远一点。现在繁星单身，我也是单身，追求他是我的心之所向，接不接受我是他的事，与你无关。不过是个插足者，说得如此冠冕堂皇。沈总难道没听过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你还要不要脸了？她有丈夫，有孩子，很快就没了。你配不上他，你从来都没了解过他，他在你身边也从来都没有真正做过自己。可笑，在我身边不能做自己，难道在你身边就可以？两位都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主持人。感谢诸位拨沪前来 EMC 集团的全球经销商会议。下面有请沈氏集团。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沈氏本次的新品翻译器果然是这个赛道的 No.1 啊！
啊，竟然已经将翻译感应速度提升到了0.5秒。太令人震惊了！不知道华生还有胜算吗？当然只能认输呗。人工翻译怎么比得过机器翻译？在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时代，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必然趋势。最后，我想将我最喜欢的2句古文赠予大家。古文翻译最怕的就是临时兴起的古文，华生竟然这么自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宋繁星，你不是爱表现吗？那我就让你表现个够。怎么回事？怎么没有声音？难道是华生翻译不会？毕竟之前就是这个草包宋繁星，刚刚那种程度，估计也是死记硬背吧，还能指望他有多大能耐？霍渊，你口中所说的做自己，就是让他在众目睽睽下丢尽脸面。A gentleman should constantly strive for self-perfection. 帝释坤，君子以厚德载物。A gentleman should cultivate to become tolerant. Just how to do a athlete P does any more in Belstinge. Just like the earth airs everything on it. 没想到宋小姐竟然可以临危不乱，不需要翻译器，还完胜 AI， 而且还是谁碰谁翻车的古文。华生这次可真是请到了大神。怎么可能？宋，你太优秀了。谢谢。不行，我绝不能让宋繁星拿下承办权。合作愉快。斯密斯先生，您不能和华生合作。宋繁星的翻译不作数。为什么？因为他大学没有毕业就结婚生子，宋繁星根本就没有翻译资格证。因为他大学没有毕业就结婚生子，宋繁香根本就没有翻译资格证。什么？没有资格证算什么翻译？就是啊，那是每一个翻译的必经考试。宋，这是真的吗？结婚吗？我需要一个可以立马结婚的人。暗恋了5年的男神竟然和我求婚，可是我还没有毕业。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不想嫁给我。希望宋小姐考虑一下。好，当初沈泽修只有结婚才可以继承家业，我因为爱他，放弃学业考试嫁给他，没想到如今竟成了我的把柄。宋小姐，你连翻译证都没有，来这里不是浑水摸鱼、欺骗资方吗？苏荷，泽修，我又没说了错，任何一个职业都有它的门槛，不然什么阿猫阿狗都横插一脚，那岂不是乱套了？他宋繁星根本就没有资格做翻译。史密斯先生，要是华生违反规则还能拿下承办权，那也太不公平了。宋繁星，客观公正来讲，你的确没有资格参会。即便你是我的妻子，我也不能包庇你。好一个没有资格！沈泽修，你还是个男人吗？他为什么没有参加考试？你不清楚？不管怎样，你要认清现实，没有翻译证，就是没有资格。认清现实，沈泽修，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没有早早认清你，还跟你结婚，白白浪费5年的时间。听好了，我的确没有翻译资格证书，
但那是因为我根本就不需要。史密斯先生，你看他亲口承认了，口气不小，还不需要。难不成你是什么很厉害的人吗？还能破例参会？你做不到，是因为你平庸，不代表别人不行。看清楚了，这就是繁星参加会议的资格。蒙特雷高翻院推荐信，你怎么会有这个？蒙特雷高翻院就是国外那个排名第1的最高学府。可蒙特雷高翻院从不与国内接轨，当年也只是 Joyce 才有幸被邀请成为第一批先锋。简直可笑！她一个家庭主妇，凭什么可以得到高翻院的推荐？凭什么？就凭我就是 Joyce。凭什么？就凭我就是 Joyce。你简直是魔怔了！你说你是 Joyce， 你知道 Joyce 是谁？高方院又是什么档次吗？什么档次？蒙特雷高翻院是翻译者一生追求，我留学5年屡获大奖，也仅能实习。你凭什么是 Joyce？ 因为我是高翻院的特聘人员。够了，宋繁星，说大话也要有限度。高翻院是众人梦寐以求之地，你若真有本事，为何只做特聘，不去任职？你问我吗？沈泽修，这5年我是怎么过的，你不知道吗？你好，不好意思，可以等晚一些接这个项目吗？我家里不方便，时间上可能得调整一下。泽修，你最近胃不好，我给你放那儿吧，我累了。Sorry。因为我被困在一个名叫婚姻的牢笼里，因为我把时间都浪费给了不值得的人。史密斯先生，宋小姐无证参会，假冒议员，性质恶劣，我申请立即将他们驱逐出去。假冒？推荐信就在你们手里，看不见？沈总，你是要将眼盲心瞎贯彻到底？你说这个？苏荷，你撕掉高翻院的信件，就不怕被追究？追究？你先担心自己，承办团至少3到5人，你该不会是光杆司令？谁说我们没有？他们正在来的路上。史密斯先生，华生请来整个高饭团，全程协助宋总监完成项目。丹先生，这边请。高帆团，真是越来越离谱。泽修，宋小姐先是伪造信件，现在更是满嘴胡言，我们也不用留情面了。我都是为了会议公正，叫保安把人驱逐吧。我不想让你太难堪。繁星，你们现在主动离开，这场闹剧就到此为止。华生更有胜算拿下承办权。我们凭什么要离开？既然宋小姐非要一意孤行，死鸭子嘴硬，那我现在就联系高峰院的师兄，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继续编下去。喂，丹尼师兄，你们现在在哪儿啊？江城。什么？你们在江城？什么？你们在江城？怎么回事？难道宋繁星真是 Joyce？ 不对，宋繁星这个花瓶当了5年的家庭主妇，怎么可能是 Joyce？ 你们来江城干什么？出席 EMC 集团的全球经销商会议。好了，现在不方便，有事后面再联系。怎么回事？泽修，你不是一直因为没有找到 Joyce 担忧吗？所以我这段时间就一直在联系高帆院，拜托他们派人来帮忙。本来以为石沉大海，可没想到他们真的为我而来。没记错的话，那好像是我们请来的。你们请来的？你们有什么证据吗？丹尼教授可是我师兄，肯定是来帮我的。辛苦你了。
只要能帮到你，我做什么都愿意。别在意，毕竟是白月光，就算他说地球是方的，沈泽修也会相信的。还有时间阴阳怪气，一会儿他们来了，你的谎言可就要被拆穿了。范星，现在不是你逞强的时候。苏荷在国外斩获过无数翻译奖项，是高翻院的重点实习生。不想一会儿被当众拆穿的话，你还是快走吧。华生都不怕我被拆穿，沈总有什么好怕的？没错，我们华生怎么做事，不劳沈总费心。马上高翻院的议员们就来了，史密斯先生，还是请他们离开吧，不然待会儿怕是有损您的脸面。沈泽修，你想维护你爱的人，我管不着。但是，宋繁星现在是我的人，他不想走，没人能让他走。什么爱不爱的，霍总？你当这是给你们谈恋爱的地方吗？过来。大师姐，我们来了。大师姐，我们来了。大师姐，丹尼师兄，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什么大师姐？苏荷，你怎么在这儿？我们是赴大师姐的约，来这里跟她并肩作战。怎么可能？你们不是为了我来的吗？为你而来，你只是高翻院的一个实习生，况且每次考试都垫底，丢尽了高翻院的脸。他们说的都是真的。苏荷，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泽修，不是这样的。什么不是？要不是大师兄人好，早把你拉黑了。师姐，我终于见到您本尊了。你真的是 Joyce？ 可是你明明什么？明明只是你眼中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是离不开你的金丝雀。谁敢说你是金丝雀 ？Joyce 大学时就加入了高翻院，是我们的大师姐，只是一直跨过合作。师姐，这是你让我们准备的相关资料。辛苦了，史密斯先生，这是华生的诚意。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合作共赢。能和整个高翻院合作是我的荣幸。请。好。承让。泽修，难道真的就这样将承办权拱手相让吗？今天辛苦你了，要不是你，这承办权可不会这么轻易就拿下。这么想谢我呀？那霍总可得给我升职加薪。升职加薪怎么够？要不我以身相许？范星，其实我……范星，其实我……好了，别开玩笑了。你们这些做老板的，别压榨我就行。对了，你去接一下丹尼他们吧，我担心他们走错出口。好，那你等我。霍元接近你是有目的的，你应该和他保持距离。如果你真想工作，我可以在沈氏给你安排一个职位。你凭什么觉得我愿意去沈氏？那是沈家的公司，你宁愿帮着外人，也不愿意回自家公司。自家公司，那是你们的家，不是我的。你做了5年的沈太太，
锦衣玉食样样不愁，家里的佣人随意供你使唤。我究竟哪里对你不好？我都已经这样对你了，你还要我怎么样？我要你滚！你说什么？我说我要你滚！沈泽修，那是我的牢笼，我永远不会再回去。牢笼？你干什么？放开我！放手！没事吧？你有什么资格插手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只要我们一天没有离婚，她就是我的妻子。自以为是的疯子！我们走。你以为你傍上一个霍渊就可以一步登天了吗？区区一个华生，我沈氏要是想动，并不难。你先去车里等我。去。沈泽修，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低劣。繁星从来不需要攀附任何人，更何况是你这种只会威逼利诱的伪君子。哦，对了，你想要整个华生，我都可以拱手相让，但是宋繁星，我要定你。宋繁星，你迟早会后悔的。干杯！这次谢谢你们啊，专门回国帮我。我们早就期待和大师姐一起并肩作战了。是啊，大师姐，你都不知道你在高帆院有多出名。我们这次来找你，他们都要羡慕哭了。对了，师姐，我们这次回来还有一个原因，联盟那边有个常驻岗位，正好有个空缺，老师想推荐你去，想问问你的想法。好啊，等我安排妥这边的事情，我亲自去见老师。那太好了，咱们师姐终于要复出了，就是不知道咱们霍总舍得放人吗？当然舍不得，但是繁星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还是霍总觉悟高，不像之前那个姓沈的，只会拖累师姐。没事儿，我和他已经离婚了，我以后啊就一心搞事业，什么情情爱爱的都见鬼去。看来霍总这进度堪忧啊，还没上赛道呢。来，干杯！霍总，我们还有事，先走了。是啊，好困啊。繁星，醒醒！繁星，宋繁星，霍渊，这样看你还挺好看的。那你再仔细看看。是挺好看的。他喝醉了，如果发生什么，我不是趁人之危吗？你喝醉了，我送你回家。霍渊，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傻？居然为了那样的丈夫和孩子暗淡了5年。我并不觉得你傻，无论如何，真心不应该被嘲讽。我只是遗憾，如果我当初也像你一样勇敢，你就不会受这些委屈。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我说，宋繁星，我喜欢你，早就喜。一说正经事就睡觉是吧？反正已经等了你10年了，再等等又何妨呢？Daddy， 洋洋，我在电视上面看见妈咪好厉害，妈咪呢？她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吗？妈咪还有工作要忙。那妈咪就是 Joyce 对不对？她就是我从小最喜欢的 Joyce。这些书竟然都是妈咪写的，她什么时候回来？我要让她教我。洋洋，其实爹地和妈咪这么大的事儿，他都不告诉家里。我看那个宋繁星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一家人。妈，我哪里说错了？既然他有本事，不帮着沈氏就算了，竟然还去帮别人抢自家项目。我看他那些成绩啊，也都是他在外面勾三搭四得来的。繁星不是那种人。我妈咪才不会呢，她是 Joyce。小孩子，随他闹吧。你现在就给宋繁星打电话，叫他尽早办手续。如今也没有你爷爷管束着你，非要你娶这么个小门小户的女人，你也不用勉强自己。够了，妈！宋繁星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你能不能尊重一下她？我怎么就不尊重她了？泽修，伯母，你们怎么了？
我去看看洋洋。伯母，我给您带了上好的血烟，您好好补补，别生气了。还是苏苏懂事。对不起，伯母，是我没有发挥好，害沈氏被抢了项目。好啦，一个承办权而已，没了就没了。你来的正好，我正为洋洋入学精英班的事发愁呢。您是说京城第一外交世家钱家创办的京都国际小学？正是，以沈家实力上那所学校自然不成问题。但是这精英班的学生可是钱老亲自来选，你可得好好辅导洋洋。要是他能顺利被选上，那择修和你的婚事，到时候我给你做主。那个宋繁星成不了气候。伯母，我会。怎么喝断片了？霍渊，我昨天没对你发酒疯吧？你不记得了？那我说什么了吗？你说你喜欢。逗你呢。衣服在那儿，我在外面等你。阿渊爹爹，你有孩子了？你有孩子了？不是。漂亮阿姨，你是我干妈咪吗？好看，大气，聪慧，不愧是我们 Joyce。我妈是你的粉丝，狂热粉丝。阿姨也不知道你的喜好，只能先做主买了这些珠宝、手表，哦，还有这些汽车，你看看喜不喜欢？阿姨，这阿渊啊，是我们霍家、钱家这一辈唯一的儿子，当了这么多年单身狗，可愁坏了我们全家。没想到这小子后来居上，居然把我女神给我娶回来了。不是，阿姨，你误会我们了。我懂了，我就知道像你这样独立聪慧的女孩，肯定嫌这些俗气。刚好旁边新开了一批楼。阿姨带你去买来，再给你建一个公司。阿姨和阿渊一定全力支持你的事业。什么？阿姨，不，阿姨，宋繁星啊，宋繁星，我看这下择修还会不会信你？沈总，签字。杨特助，你和你女朋友感情怎么样？还不错。年底我们就要结婚了，那你们发生矛盾的时候，你是怎么安抚她的？买包、发红包、做饭表心意，旅游还有……你先出去吧。沈总，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至理名言：老婆不是用来讲道理的，是用来哄的。你去把夫人之前喜欢的包和首饰每一样都再买10份，给她送过去。再订3张半个月后飞爱尔兰的机票。是。爹爹，妈咪一定会回来的，对吧？她不会回来了，你们自己看。你胡说什么？你不信的话，自己看吧。这个小女孩是谁？洋洋，哪儿来的？洋洋快入学考试了，我今天出去给她买辅导资料，没想到在帝盛酒店门口看见了宋小姐他们一家3口。一家3口？是啊，外面的孩子都那么大了，难怪宋小姐非要跟你离婚。出去。泽修，我说出去。洋洋，洋洋，你是不是想你妈咪了呀？我才没有。这也不怪你妈咪，还有苏阿姨呢。洋洋，阿姨打听过了，那个小女孩也要参加精英班选拔。我一定会进精英班，我才是最优秀的。好，那阿姨教你。宋繁星，等着吧。这一栋，还有这一栋，这一栋，通通买了，
写我未来儿媳妇宋繁星小姐的名字。狂热粉丝，狂热，我也招架不住。繁星啊，你简直就是我梦寐以求、不可取代的儿媳妇。你放心，我们阿渊要是敢像有的渣男那样，在外面没有边界感，我们马上把他逐出家门，整个霍家都是你的。阿姨，我真的不能说这些，我跟霍渊只是普通朋友啊。普通朋友啊，臭小子，真没用，还得靠我。阿姨，其实有件事想拜托你，现在也不好意思开口了。阿姨，您说就是。这慕言啊，马上就要幼升小了，你也知道，这京都国际小学不是什么学生都能进去的，所以啊，我想请你给慕言辅导。功课太难了，现在的小孩子真辛苦。妈，你干什么？那不就是咱家学校吗？那当然啦，不辛苦一点就要输在起跑线上，就像有的人慢一步，输了好多年。够了啊，妈。如果你不方便，没事儿，这段时间正好有空，我可以给慕言辅导。来，苏阿姨，洋洋累了，洋洋想休息了。是啊，苏小姐，小少爷已经困了。你懂什么？洋洋，学习就是需要坚持的。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你得抓紧每一分每一秒，知道吗？可是妈咪之前讲过要牢记结合，难道你不相信苏荷阿姨吗？泽修，你回来了。对了，今年体检医生说洋洋眼睛有些受损，记得3个月后带他去复查。明天上午的会议帮我推掉，我要带洋洋去医院复查眼睛。沈总，那个会议已经延期1周了。泽修，我带洋洋去复查就好了，你安心忙工作吧。你放心，这点小事我去就好了。好，最近辛苦你了，早点休息。早点休息。洋洋，你还想当第1名吗？想。好，那我们加油好不好？好。放心吧，阿姨，我夜以继日的辅导洋洋，洋洋这次一定会拿第1的。那就好。妈咪，宋繁星，你怎么追到这儿来了？沈老夫人，麻烦你说话放尊重一点。你做的那件事儿值得人尊重了。这是谁呀？不会也是参加选拔的吧？是又如何？哟，我告诉你，这种地方选的是洋洋这种天才。木木，繁星，走吧。我一定会成为最优秀的孩子，妈咪一定会后悔丢下我。泽修啊，等今天洋洋的考试结果出来，你和苏苏也该订婚了。伯母，我不急的。妈，难不成你还想着那个贱人？你心里是有人家，人家心里可没你们父子的位置。宋繁星，你还敢来？你怎么就这么不要脸？我又怎么了？宋小姐，你总是带着你的私生子这样招摇若市，不太合适吧？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够了！他有什么好生气的？恭喜我们的第1名沈思阳小朋友，满分，竟然是满分！苏苏，你可真厉害！沈家只是由沈家教养出来的孩子，小小年纪竟如此优秀，教导有方啊！谢谢你啊，苏苏，这次多亏了你。只要是为了你和孩子，无论多辛苦，
我都是心甘情愿的。真是奶奶的宝贝孙孙。他的眼睛，沈泽修，你没带他去眼科复查吗？宋小姐，你已经离婚了，不需要你多管闲事。宋繁星，你嫁给泽修5年又如何？不过是替我做嫁衣，圆满了我的梦。各位，借着今天这大喜的时刻，我想宣布一件事。Daddy， 怎么了，洋洋？我儿子沈泽修即将和苏……洋洋的眼睛好痛。洋洋，洋洋！沈泽修，你为什么不带他去复查？泽修，我忙着辅导他功课，我忘了。亏我还觉得你是个好的，我孙子要是有事儿，我饶不了你，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泽修，不需要你在这只假惺惺。妈，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少说2句吧。我说错了吗？要不是他这个当妈的不管洋洋，洋洋能遭这个罪吗？沈泽修，你是不是把复查的事推给苏荷了？他苏荷就这么值得让你信任吗？是不是就算儿子眼睛被他害瞎了，你也不在乎？泽修，我就是忙着辅导洋洋功课，才给忙忘了。我本来打算明天就带他去复查的。苏荷，你太让我失望了。我那么喜欢洋洋，我怎么可能会害他呀？家属来签一下手术同意书。要手术？这么严重吗，医生？你来吧。需要做个小手术，但想恢复视力，得好好休养，绝不能再过度用眼了。泽修，你别太担心，小孩子年轻，身体好，抵抗力也强，肯定能恢复的。苏荷，你最好祈祷沈思阳的眼睛没有问题，否则你就将你这双眼睛赔给他。我做错什么了？你有什么资格打我？你到底是怎么给他辅导的？为什么会让他过度用眼，差点失明？只是正常辅导啊，而且都是洋洋自己要学的。伯母，你也知道洋洋憋着一口气就想证明自己，这我也拦不住啊。是啊，洋洋拼了命的学习，就是为了证明给你看，你满意了吧？没事吧？对不起，会议耽搁了，现在才来。宋繁星，你给我滚！离婚的时候你不要孩子，以后你就别想再见他。孩子现在虽然已经脱离危险了，不过啊，一定要注意术后护理，切记全天24小时都要有人看护，千万不要见水。知道了，医生。泽修，我留下来照顾洋洋吧。不用了，我留下来照顾洋洋，你们都回去休息吧。都怪宋繁星这个丧门星，都是他把洋洋害成了这样。放心吧，我问过医生了，洋洋的眼睛已经没有大碍了，但需要好好休养。妈咪，没事就好。
走吧。妈咪，繁星，繁星，泽修，你醒啦？苏荷，昨天是你在这儿照顾了杨儿一整晚。是啊，我怎么可能真的放心一个人回去？还好我来了。你看，洋洋的吊瓶都要输完了。泽修，你都累了一整晚了，待会儿还要上班呢，你先去休息吧，我来照顾洋洋。那辛苦你了。宋繁星，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妈咪，洋洋，我是苏荷阿姨。苏荷阿姨？是啊，昨天苏阿姨照顾了你一整晚呢。来，喝点粥。这个是妈咪做的味道。苏阿姨，我妈咪昨天没有来看我吗？是阿姨一直在陪你。阿姨，我不想吃了。你这样太不顾自己的身体了。尽一下身为母亲的责任罢了。我这样是不是很没出息？这跟出息无关，有些爱是本能。我也是第一次做母亲，有些担心和爱不知道该怎样收回。想到沈思阳差一点就看不见了，当时甚至想……顺其自然就好了。我陪你去沈家拿一点孩子的换洗衣物吧。张妈，等一下。少夫人，您回来了。沈泽修从不吃甜食，这是谁吃的？苏小姐，还有小少爷。沈思阳，他吃多久了？苏小姐在的时候每天都吃，小少爷不想学习的时候，苏小姐就会拿甜食哄他。这段时间，小少爷每天都学习到深夜，就为了可以拿第一名给您看。少夫人，您真的不回来了吗？苏荷阿姨，洋洋躺着有点难受，想出去走走。好，苏阿姨带你出去。喂，苏阿姨，苏阿姨，宝贝，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妈咪，妈咪不是说让你在原地等我吗？我想妈咪了哇！如果妈咪在就好了，妈咪从来没有丢下过洋洋。苏荷阿姨，洋洋的眼睛是不是不会好了？如果洋洋再也看不见了，是不是妈咪就不喜欢洋洋了？
妈咪，妈咪，你是我妈咪。宋繁星，你来这里干什么？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我到哪里还需要和你报备？猫哭耗子假慈悲，这时候想来当慈母了，会不会太晚了？这些天都是我夜以继日的照顾洋洋，你呢？你就这么害怕我出现？害怕什么？害怕你打的如意算盘终究成黄粱之梦。繁星，繁星，你是来看洋洋的吗？怎么可能？我刚刚才看见霍总陪她从妇产科出来，该不会宋小姐又怀上了吧？宋繁星，你就这么什么？这么水性杨花，不甘寂寞，反正苏荷说什么你都信，不是吗？苏荷她，我知道，她是你的解语花，你的白月光，这些我不想管，也没有资格管。但是作为母亲，我不想再看到沈思阳因为你的眼盲心瞎葬送性命。能不能请你让这个女人离我的孩子远一点？什么意思？什么葬送性命？泽修，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沈思阳5岁，在眼睛本就有问题的情况下，每天学习到深夜，连续1周多。沈泽修，试问你自己能挺过来？你沈家到底是有什么皇位要继承，要把孩子逼成这样？到底是怎么回事？泽修，不是这样的，我那也是为了洋洋的学习着想啊。天道酬勤，努力一点有什么错？可你明知道他眼睛不好。我没想过会那么严重，我的出发点也是为他好啊，是吗？那这些呢？沈思阳的身体不能吃太多甜食，可你为了哄着他，天天给他吃蛋糕，吃各种甜食。苏荷，你敢说你真的是为他好？我又不是学医的，我怎么知道他不可以吃甜的？孩子喜欢我就给他买喽。泽修，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知道的，我怎么可能害洋洋呢？洋洋，你说阿姨对你很好的，对不对？妈咪，洋洋，不要再出现在洋洋面前。师姐，老师问您准备什么时候出发？他已经替你申请了住宿，还需要过一阵子，确定好日期，我会尽快发你。有份棘手的文件，还需要师姐你亲自处理一下的。好，你发我。孩子已经没有大碍了，尽量别再受刺激。好。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宋繁星吗？真正的宋繁星，比窗外的阳光还要明媚耀眼。你们夫妻感情真好啊，已经离婚了。宋繁星，
我们谈谈。宋繁星，我们谈谈。沈总认为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谈的吗？霍渊就那么重要吗？重要到你要抛夫弃子，也要和他在一起。回家吧，不管你是要工作还是在家都可以。你不是也放不下洋洋吗？沈泽星，我想你是误会了。我做这一切只是因为我是一个母亲。沈总既然拿到了孩子的抚养权，就请照顾好他，别再来麻烦我。你真的忍心就这样抛下洋洋？还有我吗？一次次被抛下的难道不是我吗？沈泽修，你带着别的女人参加亲子会，没有想过会有今天吗？我没有。可你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像一家三口那样切蛋糕、唱生日歌，你让我这5年的付出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笑话。所以你是因为那个所以要跟我离婚？这一切我可以解释。不必了，他只是个导火索罢了。我们过不下去，是因为我们从没相爱过。不过一切已经不重要了，反正我也快走了。你要去哪儿？与你无关。沈思阳已经脱离了危险，以后我希望我们的关系是互不打扰。爹地，洋洋，我们是不是真的很让妈咪伤心？妈咪是不是再也不会回来了？洋洋很想妈咪回来吗？洋洋现在心里可以感受到妈咪很爱洋洋。妈咪的好是眼睛不一定可以看见的。放心，无论妈咪去哪里，爹地都会把她找回来的。宋繁星，为什么你总要一次又一次坏我的好事？大师姐，你可要早些过来啊，我们在国外等你。是啊，师姐，我们等你。好，一路平安。那我先去工作了。干爹地妈咪早啊！木木，你怎么在这儿？阿渊啊，我和木木明天就回国外了，你帮我带木木去体检。我？你把扩音打开。哎呦喂，我这个老妖啊，还不是小时候带你劳累的，我就想休息一下，我有错吗？我看咱们就是塑料母子情，根本就靠不住。我不管，反正木木交给你了，你带不了自己想办法。你需要帮忙吗？需要。洋洋，感觉怎么样？爹地，看来没事了，一定要注意术后护理，切记不要见水。好，你跟我来，还有一些术后注意事项。洋洋，在房间等爹地，爹地一会儿就回来。嗯。洋洋，苏荷阿姨，洋洋，阿姨之前不是故意的，以后苏阿姨会好好照顾你的。苏阿姨，洋洋有自己的妈咪，洋洋还是更想让我妈咪照顾我。妈咪，阿渊爹地，你来接我和干妈咪啦！刚刚做检查有没有好好听话啊？当然有啦，还好有干妈妈陪着木木，木
不害怕。喂，好，我妈来接慕言了，我去接一下她。繁星，你帮忙看一下木木。好，你去吧。我不会游泳，宋小姐，要麻烦你救一下他们了。哎，洋洋出事，沈家不会放过你；那小丫头出事，你外面的野男人也不会放过你。这可怎么办呢？宋小姐，手心手背都是肉，该怎么选才好呢？这可怎么办？宋小姐，手心手背都是肉，该怎么选才好呢？要是孩子有事，我不会放过你。关我什么事啊？他们自己掉进去的。救命啊！快来救救我！还好水不深，都抱紧我。快到岸边了！妈咪。泽修，宋小姐她无缘故的就把我踹下水，好冷！啊切！苏荷，我有没有警告过你，别再使这些下作手段？你敢打我？泽修，我怎么样对洋洋你是知道的，我怎么可能伤害他呢？明明就是他推的洋洋，竟然还想把脏水算到我头上。泽修，这小丫头和宋小姐是一起的，不信你问洋洋。我看吧，泽修，我们得报警，告他们造谣诽谤。不许碰我干妈咪！谁敢欺负我霍家的孩子？谁敢欺负我霍家的孩子？你们有没有受伤？我霍家的人你也敢动？老太婆，你谁啊？你妈没教你好好说话，我来教你。我可是沈氏集团的。够了！这是京都第一外交世家霍家的老夫人，还是钱老的独女。听说你们要把我孙女和未来儿媳妇送警察局？霍老夫人，让他说。我原是京都霍家的人，宋繁星竟然攀上了霍家，京都霍家怎么会要一个离了婚的？你来说说看，他们是犯了什么罪啊？他们把洋洋推下水，差点害死了洋洋，这是谋杀！谋杀亲子这么大的罪名啊，你有证据吗？老夫人，我是亲眼看见的。老夫人，大公子，今天医院所有的监控都在这儿了。老夫人，大公子，今天医院所有的监控都在这儿了。
立刻放！只要抓到了谁是真正的凶手，我霍家绝不姑息。不能放！苏荷，这不应该是你指证我的证据，你怕什么？我哪里怕了？难道你怕真相败露？你胡说！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应该再继续闹下去，对孩子不好。毕竟孩子还小。刚刚是你非要追究，现在又说不想影响孩子。放监控！清者自清。既然你问心无愧，那就查一下吧。泽修，这监控不能看。宋小姐，你可想好了，今天这监控你当真要看。倘若看见了什么不想看的，你可别后悔。我们什么都没做过，为什么要后悔？随你。宋小姐，快报警吧！沈思阳虽然淘气偏执，但本性不坏。推人入水这种事他不可能做，为什么会这样？这张坏了的卡刚好能存下你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画面。宋凡心，你以为我会没留后手？泽修，我刚刚都是为了保护洋洋才那样说的，结果宋小姐这么狠心，一点都不肯维护自己亲生的孩子。他明明没有推我啊！大妈，这附近还有监控吗？好像没有。我早就看过了，这附近啊只有这一个监控。哦，对了，前几天老有人上树偷果子，看门的老刘在上面装了个简易的。给我把它拆下来！给我把它拆下来！不行！泽修，一个简易监控能拍到什么？还是不要。苏荷，你到底在怕什么？我只是觉得证据已经有了，没必要再去拆别人的监控吧。苏小姐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一段被剪辑损坏的监控是做不了证据的。别跑啊，亲眼看看。小心！不是这样的，泽修，你听我解释。苏荷，怎么敢？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泽修，我只是太爱你了，我就是嫉妒宋盘星，你原谅我这次好不好？他沈家的人我管不着，但你动了我孙女，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送去警局。泽修，沈泽修，你不可以这么对我！宋繁星，都是你这个贱人抢走了我的一切，不得好死！繁星，对不起，刚刚……繁星啊，瞧你湿漉漉的，咱们赶紧去换身衣裳。霍夫人，我没事。干妈咪，快擦擦。他不是你的孩子。谢谢木木。霍夫人，木木也落水了，吹风容易着凉，我们赶紧回去吧。所以你没有和霍渊在一起过，也没有所谓的孩子，那我们可不可以？不可以，沈泽修，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沈总，死缠烂打真的不太好看，我们走。是因为苏荷之前救过洋洋的命。别看了，之前不积极，现在知道着急了。
我先带木木走，你可别把老娘的女神搞丢了。洋洋刚出生的时候，差点被人贩子偷走，是苏荷拼了命救下的他。那时候你产后出血在抢救，怕你担心，所以我一直没告诉你。他因此失去了生育能力，即使去国外治疗多年也没恢复，所以就把洋洋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很感人的故事。所以呢？你确定他真的失去了生育能力？我不知道。不，你心里早就有答案了。他甘心做沈思阳后妈的话，怎么会对他下手呢？繁星，苏荷纵然有错，你也并不无辜。沈泽修，你让我更加确定，我今后的人生不想和你再有任何的牵扯。沈泽修啊，沈泽生，我和你结婚5年，你还是不了解我。我是母亲，但不是圣母。繁星，霍渊，沈泽修，你要是真的爱他，就别再纠缠不清。难道你的爱就是让他浑身湿透，听你这些所谓的真情告白？霍渊，趁虚而入算什么男人？你给我离他远一点！不可能！不可能！有本事你就别让人趁虚而入。霍家这事一定要与沈家为敌。沈家，我喜欢他10年，要不是他选择嫁给你，你以为你们沈家还能安稳活到现在？霍渊，不好意思，刚刚吓到你了吧？你刚刚说喜欢了10年，是什么意思？这是我的学生证。外语系宋繁星，想学习随时来找我。宋繁星，怎么了？没什么，只是我曾经也做过这种事，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和我一样傻。所以你早就认识我？是，我对你蓄谋已久。宋繁星，我喜欢你很久了。爹地，是不是今天洋洋闯了大祸，所以妈咪才不理洋洋？不怪洋洋，是爹地做错了很多事情。爹地不是大人吗？大人也会犯错吗？笨蛋，沈泽修大笨蛋！笨蛋，小兔崽子不听话，小兔崽子不听话。张妈，这都是以前夫人给总裁买的语音玩具。前段时间总裁天天按响妈咪，已经按坏了，我就随便拿了2个出来，我马上去换掉。等一下，夫人以前很喜欢玩这个吗？倒也不是喜欢，只是每次夫人难过的时候，就会来和总裁说说话，不然这个家她还能找谁呢？难过。泽修，你最近胃不好，我给你熬了。放那儿吧，我累了。笨蛋，沈泽修大笨蛋！
早餐。妈咪，我今天不想吃了。小兔崽子不听话，小兔崽子不听话。爹爹，我们是不是对妈咪太不好了？这么多年，我们竟然还不如总裁贴心。那我们补偿妈咪，把妈咪追回来好不好？追回来？是啊，妈咪以前教我，知错就要改。少爷，马上就是夫人的生日了，不如趁这个机会好好弥补一下。看我干什么？你们想去就去喽。霍渊，你们要干什么啊？秘密。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妈咪看见这些一定会很高兴的。是啊，待会你见到妈咪要听话。繁星姨姨生日快乐！沈泽修，你怎么在这里？是我该问你，你怎么又和他们在一起？我在哪儿和谁一起，好像与你无关。亏我还特意和洋洋去给你买了蛋糕，想要补偿你。宋繁星，你真是给了我们好大一个惊喜。你笑什么？我只是想起那天亲子会，我也提了这样一个蛋糕。这迟来的深情，这些廉价的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苏荷吧，我们繁星用不上。繁星，我知道你之前受了很多委屈，我和洋洋以后会……没有以后了，沈泽修，我们不会再有以后了。我对你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难道非要我开始一段新的恋情，你才肯相信吗？还是放不下吗？师姐，派遣令已经下来了，你什么时候准备上任啊？霍渊，你可是为华生打赢了一仗的功臣，我怎么能阻止你去实现你的梦想呢？宋繁星，放心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吧。沈总，联盟那边发布了官方通知，夫人要出国常驻了。立刻替我和洋洋订机票。Finally, I will als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my own social good project. 给你带来我真的要失去你了吗？这次的翻译官确实有些功底啊。那当然了，听说人家大学就拿下过北极光最高翻译奖项，只是前几年做家庭主妇去了，现在离婚了，安心搞事业。什么？哪个部长演的竟然敢让女神做家庭主妇啊？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追求她？爹爹，我们还能追回妈咪吗？师姐，欢迎加入。繁星，你们怎么来了？妈咪，洋洋想你了。繁星，这几天我想了很多，也许是因为朝夕相处了5年，我慢慢的忽视了你的好，不够珍惜你，不在乎你的感受，才会弄成今天这个意思。所以呢？无论如何，我都希望你幸福快乐。你怎么也来国外了？繁星，你知道天上的星星为什么永远闪烁吗？星星不需要一位，爱他的人会绕过所有阴霭去到他身边。
霍渊，我们都跟妈咪一起来国外了，为什么不留下来陪妈咪？因为爹爹也是刚刚才真正意识到，妈妈在是爹爹的妻子，洋洋的妈咪之前，更是他自己。可是，既然妈咪不爱爹爹，那爹爹应该给她自由。我宋繁星将来一定会站在联盟的舞台上，还有和沈泽修修成正果，白头偕老。所以，他早就喜欢我，他喜欢的一直是我。爹爹，有人说过，在年轻的时候不要遇见太惊艳的人，否则会遗憾一生。而我恰好遇见了最惊艳的那个人，我已经错过一次了。不想再错过第二次。宋繁星，嫁给我。霍渊，我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繁星，等一下！